望并非戏中可控的表情，而是当真实情绪撞进镁光灯的瞬间，那一刻，所有演员的面具都可能裂开。肖战的绝望不应被简单理解为个人情绪的失控，而是一个公共人物在面对极端粉圈行为时的本能反应。他不是在舞台上表演绝望，而是被迫把私欲的伤痛暴露在公众面前。当戴着面具的演员们习惯用表演遮掩真实时，一个真实的绝望就像钝器般揭穿了虚假的友善与虚饰的笑容。观众要明白，当我们看见明星的裂痕，也是在照见自己的审美与欲望如何参与塑造那道裂缝。有人说他在手术室没有昏厥，于是把焦点放回身体是否受伤，却忽视了精神创伤的存在。身体的疼痛可以被药物控制，精神的伤害却像慢性病，隐秘地消耗一个人的意志。对于公众人物而言，被无理指责、被盲目偶像化、被极端粉丝边缘化，都会造成心理负担。肖战所呈现的疯狂并不是简单的情绪泛滥，而是多年累积的压力在特定事件下的爆发，是对个人边界被无视的本能反击。外界应更多关注情绪修复与理性讨论，而非仅仅围观与消费。当我们批评某些粉丝无耻的行为时，别忘了那背后往往是产业结构、社交媒体机制和粉圈文化共同推动的结果。打榜、冲热搜、网络暴力，这些行为不仅是个人心理的产物，也与平台算法、经济操盘和粉圈生态密不可分。所谓无耻，往往是为了吸引注意力而不择手段的策略，而这种策略一旦被奖励、流量、话题、经济回报，便继续自我强化。肖战面对的并非单个狂热粉，而是整个机制在特定时刻的集体歇斯底里。公众人物的私人界限经常被粉丝与媒体双向侵蚀。粉丝以关心为名，越界为实；媒体以报道为由，放大私人细节。这种侵蚀的最终受害者常是当事人本身。肖战是否应当承受所有关于身体、情绪和私人生活的审判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界限的缺失让戴面具的演员不得不在公众与私人之间长期疲于奔命，最终导致情绪耗竭与防御性的强烈反弹。偶像被塑造成完美可消费的符号，但当偶像的人性格外显时，观众常常无法接受转场。我们期待明星持续提供稳定的情感回报，但忘了他们同样有脆弱、愤怒、迷惘的一面。肖战的绝望提醒我们，把人彻底神化是危险的，也把人彻底妖魔化同样有害。健康的偶像文化应该承认，偶像既是公众形象，也是有血有肉的人。在信息传播极度碎片化的今天，媒体的标题党、断章取义与二次剪辑，极易把复杂事件简化成对抗的叙事。肖战事件中，某些报道选择性呈现，让情绪呈指数级扩散。观众在信息爆炸中往往失去判断力，情绪被点燃后便迅速蔓延，最终形成对立、仇视与分裂。更糟的是，这是一个自我循环，愤怒产生更多点击，点击产生更多愤怒。算法推荐把相似情绪的人快速聚合，形成情绪回音室。在这种回音室里，原本微弱的极端声音被放大，常识被稀释，理性被边缘化。肖战遭遇的攻击与反击常在这样的回音室里被放大，任何一条情绪化的言论都有被重复和强化的危险。社交平台需要反思的是，它不仅是信息中介，更是情绪放大器。粉丝文化原本包含支持与陪伴的美好可能，但在某些极端表现下，它蜕变成控制、侵犯甚至暴力的工具。把偶像当作所有情感寄托的对象，会让个体失去边界和判断；把捍卫当作自我价值的来源，会让行动失控。肖战遭遇的粉圈失控提醒我们，爱如果以破坏他人自由与尊严为代价，那已经不是健康的爱，而是一种病态执念。在被不断试探与伤害的环境下，演员自我保护成为必然。沉默、拉黑、法律手段、公开表达不满，都是可能的选择。肖战的反应可能是即兴的情绪释放，也可能是长期自我防卫策略的一部分。
对公众人物而言，学会用法律与专业团队保护权益，学会选择性发声，以及努力维持个人生活的私密性，都是重要的实用策略。经纪团队的公关声明，危机公关方案可以在短期内控制话语权，但无法直接修复当事人的心理创伤。肖战的事件告诉我们，有些伤口需要时间和真实的心理疏导，而不是仅靠团队发布的官方声明来平复。企业与团队应承担更多对艺人心理健康的长期关注，而不仅仅是应对舆论的应急响应。现代社会在消费文化与成功学的推动下，越发强调个人与集体的认同感。粉圈提供了归属、认同与成就感，但当这种认同被过度仪式化，以网络暴力为正确手段时，社会整体的容忍度与监管难免跟不上。这既是教育问题，也是制度与平台治理的问题。肖战事件提示我们，社会需要在教育与法规层面共同努力，减少极端行为的土壤。在个人权益被侵害时，法律与平台规则应当挺身而出。然而现实是，维权往往耗时耗力，且效果不一定立即显现。平台在制定与执行规则时同样存在利益冲突，既要维持用户活跃度，又要控制极端行为。要建立有效的保护机制，需要法律明确、平台执行力强、社会监督参与，三者协同才能慢慢铲除无耻行为的土壤。重建健康互动，并非让粉丝与明星保持冷漠，而是要建立尊重边界与理性表达的文化。粉丝应被引导去关注作品，而非把偶像当作私人财产。经纪公司要鼓励理性应援，而非鼓励数据化的狂热。平台应推出教育性提示，减少暴力与人身攻击的传播。肖战与其粉丝之间的裂隙，恰是一次重新定义关系的机会，从盲目崇拜到成熟陪伴，从无底线维护到理性支持。围观他人痛苦以获取快感，是一种社会软暴力。当公众在娱乐性消费中失去同理心，悲剧便会频繁上演。肖战事件提醒每一个观众，我们的转发、评论、点赞都在塑造舆论生态与个体命运。为他人留下尊严，不转发未经核实的八卦，不参与人身攻击，才是对社会最基本的负责任态度。媒体从业者应当反思，报道能否兼顾事实与善意。标题党与爆款内容的短期利益不应凌驾于被报道者的基本人权之上。肖战事件中，若媒体能以更审慎、更负责的方式处理信息，或许冲突不会被推到极致。媒体职业良知包括对当事人的保护，也包括对受众理性的培养。面对持续的公众压力，艺人需要的是专业心理支持与长期的生活规划。建立常态化心理辅导、定期心理健康评估、危机干预机制，都是行业应有的配置。肖战如果得到及时且持续的心理支持，或许能够更稳健地处理外界的冲击。社会上公众与机构应共同推动为艺人提供标准化的心理健康保障。要真正防止类似悲剧，需要从教育、平台治理、法律与产业链多个层面协同发力。学校要加强媒介素养教育，平台要优化算法与惩罚机制，法律要加快网络暴力的追责，娱乐行业要把艺人福利与心理健康常态化。肖战事件是警钟，不是孤立，每一项制度改进都是避免未来悲剧的护栏。当我们回望整个事件，最需要的并非继续制造话题，而是以同理心来修复被撕裂的关系。对肖战来说，他不需要更多的指责，而是理解、支持与空间。对粉丝来说，爱不该建立在摧毁他人生活的基础上。对社会与平台来说，建立更有温度的治理体系比流量更重要。让我们在批判与反思中成长，用尊重与理性终结那一波又一波无耻的循环。